大家好，无疆大爱，无分先后，无比温暖，无分彼此。当每一场的灾难临到的时候，这个世界总会有人为善不甘人后，例如赵丽颖、王一博。这一次上海封城，这两个人的做法和想法，居然也是高度统一，奇妙互补了。然而呢，但凡阳光照过的地方，也总会有大大小小的阴影存在。出了名细心体贴，总能够想他人所不能想的王一博，恐怕万万也想不到，自己的爱心依旧会力有不逮，鞭长莫及。而出了名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赵丽颖，更加想不到自己的捐赠居然会横生意外，事与愿违，徒呼奈何。那么您猜，爱心与接受爱心，捐赠与落实捐赠之间的现实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呢？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如果您已经看过了新闻我之前第一时间所提到过的云粉夫妇捐钱捐物的大爱的视频的话，你还记得王炸姐姐、王炸弟弟各自的主攻方向吗？没错，是那些不起眼的、少人关注的特困区和老旧区。在这里敬请留意的是，特困区和老旧区为什么会成为赵丽颖、王一博特别关注和留意到的地方呢？有别于那些资讯发达、白领密集、资源丰沛、群组盛行、物流顺畅的地方，特困区、老旧区的人们往往都是最容易被人遗忘的人群来的。而且呢，这些人的自我保护的意识也最薄弱，也最无助。例如那些常年足不出户的老弱病残，甚至于失明失聪无法自理的老人家们。于是乎，新闻我之前已经是特别提到过的了。赵丽颖这一次向老旧社区的孤寡老人们持送百宝箱的暖心的义举和义举背后的意义，这些一个个封装完好、保鲜完美的百宝箱，可谓是蔬果奶蛋一应俱全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赵丽颖这次无论捐款还是捐物都特别的小心，没有大肆的声张，而是特别的低调。因为黑心黑嘴注定都会无处不在的。结果呢？然而呢，即便如此，他居然还是被骂上了热搜了。至于说骂什么的话，今天新闻我就不想继续的尬聊深扒的了，因为这其实还不是重点所在。请注意，赵丽颖这一次具体对口的服务对象是1344位的独居老人、孤寡老人和高龄老人。然而呢，令人痛心的是，一段垃圾回收的30秒的街拍视频突然之间流出了，让网络之间一片的哗然声。有兴趣的朋友们千万留意一下本视频最后这个让赵丽颖无比心寒、无比愤怒的半分钟的小片段。如果非要划重点的话，先我感觉让舆论哗然、让赵丽颖愤怒的重点其实有2个。一个就是这段垃圾回收视频当中的包装盒都是抗疫物资的标准包装来的，也就是白色保鲜盒和红色封箱胶的特别醒目的封装方式来的。有的包装是一横一竖的包装，有的包装是一横两竖的包装。大包装明显的是体积偏大的重磅物资，小包装是体积稍小的轻量的物资，这很重要。视频中的照片，驰援上海抗疫物资以及赵丽颖捐赠的字样显得特别的抢眼。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视频当中环卫工人们正在回收的这些抗疫物资保鲜盒，规规整整的摆在了路边。有些呢保鲜盒已经是被打开的了，只是从远方的话是看不见里面的东西的。而更多的则保持了封条的完整性，所以呢重量看起来不轻。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这至少说明了辽宁捐赠上海的物资被扔进垃圾箱的诡异的场景再次的出现了，再次的发生了。这一次不巧的是发生在了爱心姐姐赵丽颖的身上了。要知道，刚刚好就在2022年的4月16号，一则辽宁捐赠上海的物资被扔进垃圾桶的视频瞬间引爆了全中国的网络，瞬间也引来了成千上万的基层的怒吼和讨伐的声音。有兴趣的朋友们同样不要错过了本视频最后这个伤害了千万上海市民的同样半分钟的小片段。当然呢，政府的相关的人员2天后，也就是4月18号，迅速的就此事做出了回应，说这批由辽宁省捐赠的物资原本是用于分发给困难家庭的，请注意，困难家庭。结果呢，由于这批捐赠的物资经过了长时间的运输，已经部分腐烂了，所以呢，工作人员将腐坏的蔬菜直接的扔进了垃圾桶做垃圾回收处理了。说到这，是不是一切都解释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呢？答案是 no。因为物资的捐赠方，也就是辽宁省，立马就出面澄清了，立马就直斥有人撒谎。因为辽宁方不但进行了全冷链海运，车随船走，而且第2天其实就货到上海了，压根儿就不存在腐烂的情况出现。更加有趣的是，辽宁的警方这一次不仅保驾护航了整一趟的捐赠，而且还特别的全程录像取证了。为此，官媒的评论也很刚。也就是说，如果非要说有腐烂变质，恐怕是有些人的心腐烂变质了。至于说有些人的心腐烂变质了，这句话到底是怎么去理解呢？一位上海保姆的一段心里话，就能够帮您彻底理解了这种腐烂变质的人心了。正是这些腐烂变质的人心的存在，让无数孤寡的老人、无助的老人，成为了爱心与阳光永远也照不到、温暖不到的地方。让爱心省份、爱心艺人的捐赠的物资、救命的物资，甚至还没有机会进入到被捐赠者的视线当中，就被彻底的扔进了垃圾箱当中了。有兴趣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本视频最后关于一位无助老人的时长2分半的小片段。另外一边厢，如果先问我说6块泡面再加上20个鸡蛋，价值900块钱，有些人一天收入5万到10万，而且呢他们还只是小虾米来的。那么你又觉得这些发国难财的最酸爽、最暴力、最便利、最快捷的途径又会在哪儿呢？于是乎，
当有些人在公共场合直言说希望疫情别结束的时候，您会觉得奇怪吗？所以辽宁怒了，所以赵丽颖也怒了，只有王一博哭了。为什么新闻我会这么说呢？因为默默守候在王一博背后的那些模特姐姐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王一博胸口悬挂的实实在在的却又沉甸甸的勋章了。这些正能量的勋章虽然非常非常平凡，却也真实自然，因为他们的身上没有半点作假作秀、赚名赚利的感觉。对比一些人白天做义工，晚上赚暴利的大好的龌龊和恶心，这些忠心良善的模特姐姐们只把大写的单纯的爱展示出来了。王一博通过慈善基金向上海捐赠了4000套防护服和1万只医用口罩之后，这些大眼睛的上海美女们直接把 MTJJ 的标识，也就是模特姐姐的标识，写在了自己的胸口上。这份爱肉眼可见，真的是无处不在。大家看看，人家辽宁捐过来的，全部是浪费。我们蔬菜20几天的蔬菜都吃不起，买不到。你看看这么多，全部是浪费，都想着吃都没得吃呀。他的卖呀，好多好多，这只是一部分。垃圾桶里这么多，这只是一个角落，听说外面还有好多。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来讲一个很扎心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今天嘛，因为上海疫情嘛，从1号关到现在，我上午就打了个电话给我的老人服务对象，因为我是做家政阿姨的，打了个电话问他，我说阿姨你好吗？电话没人接，最后他儿子接了，我就问他，我说阿姨好吗？他告诉我他妈走了。我说什么时候走的？他说8号走的。我说哦，那既然我就来谈谈8号之前的事情。因为20几号那个时候我在上班，我每天下午3点到他家去，他妈都每天3点钟之前都是一种期盼的眼光看着我。当我进门那一刹那，阿姨就笑了。阿姨说小郑啊，你终于来了。我说阿姨你吃过了吗？她说没呢，每天这个时间我都是给她弄点吃的。当有一天然后常务险全部停下来，就每天我不能再去了。后来30号31号放风这2天，让我们这些人去外面去采购物资嘛，准备再封嘛，然后我就去了。当我去的时候，门一开，一股刺鼻的味道，就不得了，臭的不得了。这个时候呢，阿姨嘴里还在嚼取着，还在吃什么。我说阿姨你吃什么啊？阿姨就讲了，你们知道她吃什么吗？真的在吃屎。
大便在嘴里。我说阿姨你怎么这个样子啊？你怎么搞的？我这个时候我都急得不得了。阿姨说我饿。这个时候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了，我只有眼泪落下来。多可怜的老人啊，没有吃的。这个时候他只要能嚼得动，他都会去吃，那就是大便了。他想活下去，就吃了大便。然后1号就开始封了现在。所以今天我打个电话，他说他妈走了。这也是我的预料之中，我也知道他活不到10号他就会走。